舍密林峡谷似封锁，生死擦肩过，只为证明我命只有我。纵然的势力还都掌握，人心也看破，人要迸发无穷烈火，将热血烧灼。若为信仰需要坚持，年少就该狂妄放肆，哪怕苍穹不尽更无知，就赢一场，只待他跃升城市。看我走进荒山大漠，反手展开崭新传说。这世道太多如果，谁对谁错，为自己而活。看我抖出天地辽阔，俯首揭开更焦灼，再一回退无魂魄，力挽狂澜，用生命来搏。异火存在于这片茫茫天地间，它或许是天降陨石中所携带的那簇火苗，或许是火山深处被煅烧了千百年的熔岩地火，也或许生于虚无之中，无相可寻，无形可抓。充满狂暴气息的异火，可断世间万物，更不要提那些脆弱的肉体了。好详细啊！这种地图，我可是第一次见啊。的确详细的有些过分。这块火焰标志的地方，应该是石墨城的东部，是东部偏南的位置。但这里似乎并没有什么太过奇异的地方。对呀，那个地方我之前做任务的时候带人搜索了几天，就是一片沙漠而已。看来这里并没有异火。啊？怎么了，青灵？石墨城的东部位置，似乎的确有点奇怪的东西。你知道？我也不知道我感应的是否准确。你是如何知道的？你似乎并不具备这种能力。我不知道。半年之前，有一股极其强大的气息出现在石墨城外，这股气息与我体内的一些血脉有些相似，而在那股气息面前，即使是沙之佣兵团的团长，也比他弱了很多很多。哦，沙之佣兵团的团长可是一名大斗师啊，那对方岂不至少是斗王级别的强者？与你血脉相似的气息，难道是美杜莎女王？美杜莎女王这种超级恐怖的人，竟然会在石墨城周围转了一圈。半年前，他突然来到了石墨城的东部，那一夜，那里的能量极为的暴躁，而且我还知道，在他离开的时候，似乎还受了伤。你知道他停留的地方具体是哪吗？虽然时隔了半年，但他所遗留下来的狂暴能量还会时不时的发作，而就在早上，二团长和萧炎少爷切磋时，能量刚好再次爆发。我依靠着体内的那丝蛇人血脉的感应，应该是这个地方。少爷想去的话，青灵会尽力带您去的。那便多谢青灵了。那里正是沙之佣兵团总部的边缘。沙之佣兵团出去了一个小队，就你魔星一个人回来了。老大，这次真的是个意外啊！没想到萧鼎他们竟然找了帮手，在我们回来的路上设立了陷阱。
所以我们才猝不及防，损失惨重啊！混账东西，连我沙之佣兵团的弟兄都敢动！哎，老大，萧鼎他们现在是越来越嚣张了。要知道，我们沙之佣兵团才是石墨城的老牌势力呀。那2个毛头小子这才来了没几年，竟然便是敢这般忽视我们。若是放任他们继续下去，恐怕后患无穷啊！老大，别担心，我都查清楚了，那个帮手是萧鼎和萧丽的兄弟，实力也就是在斗师级别。老大，不能再放任他们了。哼，准备人马，我会亲自把这笔账给算清楚的。老大英明，老大英明啊！萧炎兄弟，我们的人已经把前面的路探清楚了，不出意外，半天时间就能到达。啊，多谢各位兄弟费心了。哪里的话，前天我们被沙之佣兵团小队围攻，兄弟出手相救，我们还没机会回报呢。再过一段时间，我们就真正的进入了沙之佣兵团的范围。这次一去，萧炎兄弟务必要格外的小心。沙之佣兵团是石墨城范围内除城主府之外最强的势力。虽然总体实力我们墨铁佣兵团并不逊色，但他们的团长罗布是一名大斗师。你应该清楚大斗师与斗师之间的差距，所以平日若无大事，我们一般都不会去招惹他们。但是沙之佣兵团的野心是越来越大，较弱的佣兵团几乎都已经被他们吞并，而较强的佣兵团也在他们的小手段下暗中瓦解。哼，要不是上次任务中我们不小心进入了蛇族领地，让我们伤亡惨重，也不会让沙之佣兵团的混蛋们得逞。看手段，他们也不是什么正派的货色。兄弟们早就对沙之佣兵团的做法嗤之以鼻了。不过这次帮助萧炎兄弟寻找异火的重要性非同小可，两位团长也是非常的谨慎，先尽量避免与他们产生摩擦。那个，萧炎少爷，就在前面。青离，你确定是在这里？嗯。少爷，在我的感应之中，异动的发生地点的确是在这里。这里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建筑以及奇异的山洞，不过青林似乎又很肯定，既然地面没有，天空也没有，那么或许在这里。大哥的意思是地下？我们团内正好有一些精通查探地形的好手，应该不难寻找出进入地底的通道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只得麻烦他们了。雪兰，你带人去周围做好侦查。好，我马上安排人手。这次的行动，他们一定不会袖手旁观。希望能在1天之内寻找出通道。没关系，大哥与二哥只管让人搜索就好。至于那沙之佣兵团，若是他们真想要插手，那便由我来解决。你能解决沙之佣兵团的罗布？二哥放心，我会如此说，自然有着把握。你们只需要派人将通道寻找出来便可。异火。
照这样看来，恐怕要不了多久，沙之佣兵团就会派人过来。除了一个罗布，其他的都是一群软蛋而已。若是真把我惹急了，切！他们也别想好过。团长，第三小队似乎发现了一条通道的痕迹。哎，让开让开，快让开啊！让开让开！就是这里吗？是的，这里的洞口本来被黄沙堵住了，若不是青林察觉到这里残留着一些异样的气息，恐怕我们还真难以发现呢。那个，少爷，下面的通道中，顺着那人的一些气息，我应该能带您找到正确的路。小丫头还真是管用。既然这样，那我们便动身。你们要动身去哪里呀？团长，外围侦察小队全部被干掉了，而且周围埋伏了大量沙之佣兵团的人。该来的终究会来。各位，墨铁佣兵团正在执行任务，还请不要干扰。萧鼎团长，我可没听说佣兵工会什么时候发布了这种任务，而且这里可是我们沙之佣兵团的控制范围，我们过来，这似乎没什么不妥吧？魔星，上次若不是罗布出手，你现在恐怕已经变成废人了。明人不说暗话，我们团长也对这块地方很感兴趣，所以，你可以滚了。又是你这个没教养的东西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敢和我兄弟如此说话！兄弟，你敢杀我？二团长，二团长！墨铁佣兵团，我还想找你们呢，你们却自己送上门来了。老大，那小子就是萧鼎和萧丽的兄弟，那天就是他埋伏的我们。今天来此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是想请罗布团长管制点沙之佣兵团的团员，请他们以后再也不要出来打扰我大哥跟二哥的正事。哎，小子，你也太猖狂了！你算哪根葱啊？老大，你看，他们都快要骑到我们头上了。你这狗头军师出的主意还是挺恶毒的。斗王，不到20岁的斗王。先前我提的事情，权益大人所言，我们绝对不会再干涉墨铁佣兵团的任何事。是。
好。待会儿你就帮我指点道路。月色烙印在城墙，风声呼啸过苍茫，有双眸如炬般明亮。将生死握于手掌，待趁沙漠里翅膀，蜕变出崭新模样。那段我在何处绽放？看似清晰流复无藏，却是我全身的血脉都膨胀。有太多的小事背叛，不必谁原谅，只恨这英雄年少不轻狂。我乘风而下，要在破晓处羽化，要让满座的喧哗平息惊诧，平息